嘿，我是静香，欢迎来到静香的频道。童话中，王子向村姑说：“我不会离开你，永远永远在你身边。”另一个故事，公主拥抱骑士说：“我爱你一生一世。”现实社会行不通的，因为童话故事里没有提老妈子的事儿。也许灰姑娘的老公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婚后会变得枯燥无味。你想想，拿一只鞋子到处找一个女人，不但需要坚持，还有点傻兮兮。或者白雪公主长大了，只顾儿女，对白马王子的要求没什么兴趣。她爱心爆棚，7个老头给她搞得服服帖帖的，为什么不自己生一大群来玩玩？旧时的孩子比较单纯，还相信这些误人子弟的故事。信息发达的今天，从计算机中吸取无限的知识，思想成熟得快，见父母亲吵架，同学家长离异，爱情故事变成笑话，只能接受魔术整蛊的剧情，所以哈利波特才流行起来。幻想破不破灭是另一个问题，男女始终还是要经过恋爱阶段，当然要相信美好的好过残酷的。所以琼瑶遗书继续有他们的读者，遗书的故事呢还比较有现代感，尖酸嘛。以上的妙语呢可不是我说的，是台湾作家蔡澜说的。那么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加拿大 BC 省的家庭法。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 BC 省家庭法的基本点。家庭法呢是一个很琐碎的法律，有很多的细节和案子。英美法律体系里呢，如果你的案子判决在法律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这个案子就会变成法律的一部分。法官之后在审理相关的案子的时候呢，就会引用之前的案子。BC 省的家庭法呢，会涉及到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情感和财务上的问题。在处理离婚的时候呢，会涉及到2个法律，一个是联邦的离婚法，一个是 BC 省的家庭法。结婚的时候呢是有结婚证的，那离婚的时候呢就会涉及到离婚法。家庭法涵盖的范围呢会更广，除了包括有结婚证后离婚的情况，还有 common law 的情况。common law 就是没有领结婚证，但是以婚姻配偶的方式生活超过了2年，或者有个孩子一起生活没超过2年。分居的时候呢，就要用到家庭法。BC 省的省法院里有4个不同的分类法庭：家庭法、小额索赔、交通法和刑罚。BC 省超过35%的民事案件是家庭法案件，是所有法庭案子里最多的。家庭法涉及到的问题呢，主要包括分居、离婚、孩子的赡养费、孩子的监护权、配偶的赡养费。那么第2点呢，我们要明确一下什么是配偶关系。有人会问了，配偶关系还用再解释吗？就是夫妻呗。但是在加拿大呢，什么样的关系被称为配偶关系呢？根据 BC 省的法律，如果你符合以下条件，你就是配偶。第一个呢，就是嫁给另一个人，有结婚证。移民前在本国的结婚证呢，加拿大也是承认的。如果你在加拿大领证呢，需要先去买一个 marriage license， 在婚礼或仪式上呢，也要符合资格的婚姻专员或者是牧师去做见证，然后在48小时内呢，专员或牧师要把这个 license 寄给省政府，省政府最后会寄给你一个结婚证。第2个呢，就是或者与有同居关系的人一起生活至少2年，这样的情况呢，也是属于配偶关系的。第3点呢，是与某人一起同居生活不到2年，但是育有子女，这种情况也是属于配偶关系的。那么 marriage 和 common law 在处理财产分配、子女抚养权分配、赡养费都是有同等权利的。但不同的是呢，如果是 common law 的关系，你在开始分居的时候呢，就算离婚了，不用去跟法院去申请。但如果是 marriage 的关系去离婚，需要向法院申请。所以在中国，如果一对男女同居超过2年，甚至8年，分手呢，就是男女朋友的分手。但在加拿大可不是啦，渣男渣女靠边站吧，同居2年以上呢，你们就是配偶关系啦。如果你在你原来的国家呢合法结婚，在加拿大呢也算是合法结婚。在加拿大境内结婚，无论是任何宗教背景，都是一夫一妻制，19岁以上呢才能结婚，可以与同性或者异性结婚，必须获得结婚证书。
对的，你没听错，可以与同性结婚，这在加拿大可是合法的。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分居的过程和分居后的责任。先说一下分居的过程，在加拿大呢，分居1年才能离婚，所以分居的开始的日期呢就非常重要了。分居不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只要跟对方说我们开始分居吧，我要和你分开住了，就是分居的开始。那很多时候呢，人的感情是波动的，今天说要和你分开，明天又要回来跟你和好了，那就是以最后一次分开来计算分居的开始。因为分居的开始呢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呢，你要保留一些证据证明分居的开始。尤其是那些想尽快离婚的人啊，可以用短信、邮件的方式来通知对方，或者报税那一年呢，把你的婚姻状态报成 separation。那由于大温住房比较紧张，也比较贵，很多夫妻开始分居呢，却还是住在同一个房子里，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以夫妻的关系去生活，不能跟朋友家人展示出你们还是夫妻的样子，你们只是室友的关系，不能住在同一个卧室里，钱也是要分开来花的。朋友钱呢，不能以夫妻来称呼对方。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分居后的财务处理。首先呢，就是孩子的抚养费，基本会根据所在的省份支付赡养费这方的收入水平以及孩子的个数来确认的。第二点呢，前伴侣如果向因关系终止而处于经济不利地位的伴侣支付配偶赡养费，比如全职妈妈、全职爸爸，他们都是为了家庭做出了一些事业上的牺牲。那么赡养费的时间不是永久的，主要是看什么时间经济不利的这方能重新回到职场。加拿大跟美国有些富豪离婚啊，像是妻子呢，基本就不会再去工作了，因为如果工作呢，赡养费就会终止了。那他工作挣的这个钱呢，可能还不如前夫给的赡养费多呢。赡养费的金额呢，也不是固定的，要看情况。比如在离婚后呢，如果支付赡养费的这方升职了，年收入从10万变成了50万，那么妻子就向法院提出想要上涨赡养费，法院也同意了。法院之所以判同意呢，是因为他的前夫呢，也是因为他当时对家庭的支持，才有时间去学习打拼，才有升职的机会。所以家庭法呢，也是根据案子的不同去具体分析的，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第三点呢，分居后的财务呢是等额划分的，等额划分财产也是等额划分债务，双方也可以商量进行不等额的分割。如果是已婚，那么要在接到离婚或者婚姻无效令后的2年内提出申请，要求分割家庭财产或债务。如果是同居关系呢，是要在分居之日起2年内提出申请。第四点，婚内累积的 RSP 和退休金是家庭财产，也是需要分割的。第五点，继承的遗产呢不是家庭财产，但增值部分属于家庭财产，是需要分割的。那么在 BC 省离婚需要理由吗？在加拿大呢，离婚叫 breakdown of marriage， 就是婚姻的崩溃，有3个情况：一是和配偶已经分开生活了至少1年；二是在婚礼举行后呢，配偶向对方实施了不可忍受的肉体或精神暴行；三是婚礼举行后配偶出轨。在 BC 省呢，大约有 95% 的人用分居1年的方式证明婚姻的崩溃，申请离婚。在加拿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过错离婚，配偶要求离婚不必证明另一方做错了什么。法院呢，在下达关于配偶的赡养费或者监护权的命令时候呢，不需要考虑配偶的不当行为。意思就是说，哪怕你遭受到了配偶的暴行，法官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将天平偏向于你的这一方，因为法官认为都是你成年人感情之间的问题。法官的考虑呢，是以孩子的利益，如何赡养孩子为第一位。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分居协议。分居协议呢，就是一份书面文件，清楚地说明了在双方分居时所出现的法律上问题的你们同意了什么，主要包括你们将如何照顾子女，谁将会支付子女供养费，金额是多少，你们将如何分配财产和债务，你们其中一方是否将会支付配偶供养费，金额为多少。在 BC 省呢，如果请律师写分居协议呢，大概是每小时50加币起，上限呢不限，比如1小时收300或者400加币呢也很常见。根据律师的经验、打官司的能力和他的市场。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分居后的育儿安排。刚才我们提到了，法院在决定育儿命令或者监护协议的时候，必须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比如孩子住哪里啊，上什么学校，信仰什么宗教。比如如果爸爸是要从 BC 省搬到安省，那么法院会认为孩子如果跟着爸爸搬家呢，会让孩子离开熟悉的环境和朋友，对孩子不利，那么很有可能呢会把孩子判给妈妈。离婚协议呢，必须最大程度的保护孩子的生理、心理和情感健康，比如要考虑孩子的想法，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和关怀，孩子对稳定的需求，谁一直照顾孩子，照顾孩子的情况如何，孩子的监护人互相配合的安排是否合适。孩子如果到了12岁，孩子的意见呢，也会让法官做一个考虑，比如孩子想跟哪一方生活在一起。好啦，这就是我本期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了。当然，关于这一期呢，我希望你们根本用不到这期的内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哦。欢迎关注我的原创微信订阅号北美时光，这是我最近开始做的小红书。如果你想咨询移民呢，我也在跟一家具有加拿大本地持牌移民顾问的公司合作。持牌顾问呢，会为你提供最适合你留学移民的靠谱方案。岁月静好，环看静香，生活明朗，万物可爱。我是静香，愿与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使用信息。我在北美大陆等你，我们下期见啦！